大家好，運吉台台長，各位有冇聽過呢個 ERP 嘅系統同埋呢個中環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呢？呢個中環灣仔繞道咧都通過車幾年啦，咁呢個中環嘅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又再度被提出喎。咁呢個電子道路收費係咩嚟嘅呢？有咩系統嘅需求呢？咁點解到而家仲未實行呢？咁而且我哋將會有新嘅隧道通車呢，可能都會用呢個系統收費嘅喎。今日咧就係探討分析下呢個收費計劃同埋呢個電子收費系統本身啦。ERP 啊，全稱就係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又叫做 ETC 啊 ，Electrical Toll Collection。咁就係一個馬路收費方法，就好似香港唔同隧道嘅收費站啦，不過收費就全自動嘅。咁佢經過呢個收費站嘅時候咧，就自動經過呢個裝置嘅收費啦。咁通常一車上面就一個接收發射器啦，佢經過呢個收費站，好似龍門架咁嘢咧，咁就要扣錢㗎啦。今日喺香港都有一個 ERP 系統嘅，就係呢個快易通 Auto Toll 啦。咁呢個部分嘅私家車同埋全部嘅巴士都有裝呢個系統啦，咁就方便收錢嘅。咁啲巴士通過收費亭嘅時候咧，就唔使停車咧，咁就可以直接收錢啦。咁就可以令到俾錢浪費嘅時間就少咗啦。咁外國咧有啲系統就完全唔使停車啦，咁所有收費都係經呢個系統收嘅，咁就唔會接受現金。咁對於呢個收費係咩原則同埋機制咧？為咗減低呢個繁忙時間車流量啊，收費時段咧通常都係繁忙時間嘅，咁就通常繁忙時間先收費啦，或者繁忙時間收貴啲啦，非繁忙就平啲啦咁樣。咁因為啲商戶啊入邊都要有貨車去補貨啦，咁通常都唔會24小時全天候收費嘅。咁 ERP 系統咧有3種嘅收費模式啦、機制啦，咁分別就係區域為本啦、周界為本啦同埋時間為本嘅。咁區域為本咧就係架車就係收一次錢啦，咁就可以同日咧多次出入嗰個收費區。不過缺點就係架車只要收一次錢啦，咁剩低時間就直無限出入呢個區內就唔使收多啲錢。咁樣咧就可能對減少呢個塞車嘅效果比較低。咁周界為本咧就係架車每次行過個收費區就收錢啦。不過喺區內一路兜咧都唔使收錢嘅，咁就對有啲車就冇得減低效果。咁喺反對意見嘅時候會再提嘅。咁時間為本咧就係根據架車喺收費區入邊逗留嘅時間就收唔同嘅錢啦。不過如果區內塞車咁就收多錢啦。同埋泊車嘅時候啦，或者喺入邊一路兜嚟兜去咧，都係計一樣嘅錢啦，咁就唔好公平嘅感覺。咁至於中環收費啊，暫時就係朝8晚8，咁就用緊呢個周界為本嘅方式去收錢嘅。咁我哋翻去中環嘅收費系統啦，咁我介紹下呢個計劃嘅歷史先啦。咁港府咧最早就係1980年代咧就開始提出咗引入呢個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嘅，咁就目的就係解決呢個市區道嘅交通擠塞問題啦。咁同時亦都展開研究啦。咁雖然當時喺中環試辦咧就得出結論就話可行嘅，但係就冇加以實行啦。咁喺90年代至2000年咧就進行咗好多次嘅可行性研究咧。14年有再做呢個試驗計劃咧，咁去15年咧又開展宣傳工作啦，又收集下大眾意見啦，又繼續做翻可行性研究啦。終於拖差唔多40年啦，終於提出咗呢個先導計劃啦。咁其中就包括呢個中環電子道路收費啦。暫時到2000年尾嘅進度咧就話我哋咧已經有初步嘅實行啦，係朝8晚8要收費咁樣啦。但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嘅原因咧，咁嘅計劃就係睇個經濟復甦情況先決定幾時就執行。咁話上年政府咧就大方承認咗自己搞40年仲未搞掂，睇嚟咧係對呢個政策咧比其他啲好快通過到嘅政策咧更加冇決心啊，因為佢想通過啦嘛。咁但係咧其實香港仲有更加多地方都可能會創呢個收費系統啊。咁喺2019年頭咧，運房局咧就計劃就喺呢個新嘅將軍澳藍田隧道咧就首先入呢個自動收費系統啦，咁就可以減省呢個起收費亭嘅空間啦，唔使停車就去收錢。咁同時都建議喺推行之後幾年咧，唔同嘅收費道路咧都會推行呢個唔停車嘅收費。喺呢個設計圖咧都可以見到啊，隧道嘅入口咧有空間唔夠咧，咁就冇收費亭嘅。咁最後咧就係19年尾啊，又改做唔收錢啦，咁就所以呢個系統又唔見咗去邊啦。咁另外就係呢個計劃咧，就係隧道都有呢個不停車嘅收費系統，就係獅隧嘅第3管嘅整體工程。咁19年9月啊，咁就路政署咧就提出咗呢一個獅隧進行改善工程啊，其中包括咧就喺而家有嘅嗰2條管道中間咧就係個新嘅隧道管，同埋擴闊呢個連接路咁嘅樣。跟住呢個工程圖可以見到咧，個收費廣場咧就拆晒佢，嗰成個收錢系統變咗電子收費系統啦。咁原有嘅收費廣場就係變咗巴士嘅轉車站啦。睇下陳豐以好耐嘅呢個獅隧路線重組可以攞翻出嚟啦。咁由於而家就係做緊一個詳細設計啊，所以短期內應該都唔會講一集講呢個獅隧第3管嘅。咁翻去電子收費啦，咁就外國點樣應用呢個系統咧？
咁世界第一個嘅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咧，就喺葡萄牙嘅呢個 Via Verde， 應該係咁讀。至於最成功嘅系統咧，就係呢個新加坡嘅 ERP 系統啦。咁而家新加坡 ERP 咧就係1998年開始用噶啦，咁就取代佢上一代 ERP 系統。咁上一代系統就叫 ALS 啊，就1972年啟用啦，咁差唔多用途嘅啫。咁啊 ERP 系統咧就係新加坡第一個咧，就因為交通擠塞而設嘅呢個電子收費嘅系統啦。咁呢個系統成功令到繁忙時間市中心地帶車流量咧就少咗12%，咁佢嘅車速咧就多咗20%咁樣。咁你喺台灣亦都有一套嘅 ETC 系統啦，咁佢嘅收費機 E-TAX 咧就係運作成功率咧就係全球最高嘅。咁另外大陸咧就有一套 ETC 系統嘅，不過個閘門咧就同香港而家 AutoToll 差唔多嘅啫，而且都唔喺今日嘅研究範圍入邊啦。AutoToll 嚟講，所以咧大陸咧就唔講啦。翻去中環電子收費啦，再分析下呢個正反方嘅對呢個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嘅意見啦。咁贊成呢個電子道路收費原因嚟去咗幾樣噶啦。首先就係減少入呢個收費區嘅非必要車流啦，咁就可以減少呢個塞車情況。因為唔去中環嘅車就盡量行其他路咧，咁就唔入中環啦。咁所以主要講到即係干諾道中啊、德輔道中嗰啲嘅車流咧可以減少啦。所以亦都可以構成翻呢個鼓勵用其他路嘅好處啊！咁另外就係原本去中環私家車亦都可能因為呢個政策唔入中環啦，可能轉做呢個 Park and Ride 咁啊，就去中環嘅，即係將架私家車就泊去附近啦，再轉啲巴士入去咁樣，咁就呢個方式咧，可能有機會再講一集呢樣嘢。有啲人甚至可能唔揸私家車啦，咁啊直接搭呢個公共交通去目的地啦，咁就可以減低啲人買車嘅意欲。呢個都可以構成呢個減低排放嘅好處嘅。咁仲有一點啊，就係可以就由呢個政策嚟強制私家車嚟裝收費器，咁將來推行呢個隧道免停車收費咧就容易好多啦。不過當然啦，呢個政策都會帶嚟唔少嘅反對意見嘅。咁雖然啊呢個政策睇嚟都唔錯啦，但係當然有啲缺點嘅。首先就基於呢個固定式收費啦，即係收費咧係一個數啊決定咗啦。咁啲有錢人咧搭私家車就都唔會有咁大壓力啦。咁同啲冇錢人比啊，咁喺中環塞車嘅原因啊，仲有啲多車入中環啦，咁就違泊啦、亂咁泊車嘅問題。咁中環啊係香港最舊開始發展嘅地方啦，咁道路嘅設計都好狹窄嘅，所以咧加埋私家車泊喺路邊咧，咁啊更加容易搞到塞車啦。咁通常泊喺路邊嘅車咧就係老闆車啊，咁就係攞嚟接載公司高層嘅私家專車。咁通常司機咧就會將架車泊喺路邊去等個老闆上車啦，或者附近兜嚟兜去咁樣。咁呢啲亦都係中環塞車嘅原因之一啦。但係中環道路收費咧，其實解決唔到呢啲問題嘅，因為咧佢係用周價為本啦。咁車只要入咗去泊車啦，或者一直兜嚟兜去啦，咁基於呢個周價為本嘅收費咧，其實佢哋都係收一次錢嘅啫。就算你改用咗時間為本啊，根據喺中環嘅時間去收費啊，咁啲老細本身有錢啦，佢哋都唔 care 嗰啲咁多錢㗎啦。咁結果啊，普通市民同高產人士咧，其實根本就唔公平。最後咧，只要造成嗰啲有錢嘅人可以入中環，咁冇錢嘅普通市民咧就反而增加負擔。跟住順便反駁翻一個諗法，就係根據呢個車嘅呢個持牌咧，佢嘅收入咧去定嗰個收費咧，亦都可以諗下咁樣啦。但係實行方法其實都幾複雜下。佢咧，只要你請個窮人嚟做車主做司機咧，咁咪就俾好啲收費。跟住就其他問題啊，就係香港嘅車本身已經夠多㗎啦，咁就算係交中環收費，咁都係將啲車分流去其他地方，咁都係其他地方啲車都會多啲啊，咁塞車就唔止中環啦。跟住且有人話基建不足啊，不過而家有灣仔繞道啦，咁就問題應該唔大嘅。不過灣仔入口可能調整下，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中環道路收費要推行咗咧，最後最塞車咧，就要由中環去到灣仔啊，尤其是嗰個繞道入口啊。咁最後就係私隱問題啊，當安裝呢個收費系統啊，咁出入中環嘅車有曬記錄啦。好似上面咁講啊，咁所有公路採用呢個系統咧，咁所有車嘅行蹤咧，幾乎都俾人掌握晒㗎啦。咁就算政府點樣解釋啊，都唔會有人相信啲數據係安全㗎啦。咁講真咧，呢個冇乜辦法去解決㗎啦。咁相信啲數據係安全嗰啲咧，都裝晒 AutoToll 㗎啦。不過其實安唔安裝都好啦，咁只要政府喺唔同隧道口整個車牌感知器咧，咁揀嚟都得㗎啦。咁順帶提下，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收費方法啦。咁就係用車牌感知器啊，知道你有車牌號碼啦，再將個帳單直接寄去你屋企，咁就裝唔裝收費裝置都冇用㗎啦。咁我有咩意見呢？咁我講下個人嘅立場啦。其實我係比較偏向支持呢個政策嘅，不過寫反對意見咧，篇幅就係多過支持好多。咁因為我真係諗到呢個政策咧，其實都唔少問題嘅。咁所以實行之前咧，其實都要諗下好多唔同
缺點啦、缺陷咁樣令到更加多人去支持呢個方案啦，咁就執佢。咁可能有人關心話巴士要收錢喎，咁會唔會導致車費會上漲呢？咁樣。咁既然呢個政策要鼓勵人去用交通工具啦，咁巴士、小巴其實咩要豁免收費呢？或者之前頭先都講啦，中環灣仔到灣仔嘅入口可能塞車啦，咁係咪可以改善下道路嘅規劃，甚至可能提供更加多兜過中環嘅道路方案呢？咁對啲老闆車嘅問題，會唔會採取更加嚴格嘅方式，例如咩繁忙時間啲私家車唔可以入中環啊咁樣呢？咁單雙號呢個方法就唔好啦，咁啊鼓勵人買車啦。咁或者就係改用呢個時間為本政策啦，跟住塞車情況調整呢個收費高低啦，跟住就再喺可能喺出停車場嘅時候呢，有個發射咧就停咗或者重睇呢個時間計算會唔會得呢？咁樣。咁新加坡咧亦都有研究啦，藍牙加衛星定位就計呢個喺區入邊行走嘅距離。呢個會係一個好方法呢？咁樣。咁至於根據個車嘅出入區域嘅時段唔同咧，就收唔同價錢就一定㗎啦。咁私隱嘅問題啊，有人信用唔好咧，咁應該解決唔到啊。不過咧，會唔會可以改用因為車上有個收費器，咁就插八達通嘅，咁就可以減少追蹤嘅可能性咧？咁最後就講啲道理啊。咁700萬有700萬嘅意見啦，冇一個方法完美嘅，唯有係盡量經過討論啦，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方法。呢個先係我哋追求嘅價值啊！希望更加多人可以參與啦，一齊研究啦、討論啦，令到呢個政策變得更加好啦，更加符合大眾嘅期望。跟住咧，我就變咗做呢個煽動國家分裂嘅大罪人啦。咁今日一集咧就嚟到呢度啦。最後問題好簡單，即係就係支唔支持呢個政策啦？仲有啲咩方法去改善呢個政策咧？歡迎下面討論啦。咁我就唔搞咩選擇題啦。咁即係可以撳下讚啦，分享俾更加多人睇啦。我下次再見啦，拜拜。喂，點解我口合埋嘅喂？